上一讲我们讨论了在我们人类文明体系当中对生命的不同理解，对我们中华民族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对生命的不同理解，我把它归为三大类，分别起名叫一世说的生命观、二世说的生命观和三世说的生命观。上一讲介绍了一世说和二世说，下边我们开始讨论印度人所相信的三世说的生命观。印度古人是怎样理解生命的？像一世说那样认为人死如灯灭？ No。 像基督教那样认为死了以后等上帝审判，上天堂下地狱？ No。 像中国古人那样认为死亡以后到阴间去跟祖辈团聚？ No。 印度人对生命的理解是，他们认为人的死亡不是生命的彻底的终结，死亡只是肉体的抛弃，那个精神的因素，那个神识没有死，没有死怎么样？这个神识要通过投胎转化成另一个生命体，又回到这世界上来了，回来以后，他认为你的寿命还是有限的，活一阵子还得死，死了以后肉体抛弃了，这个神识再通过投胎又转化成下一个生命体，再回到这世界上来了。回来以后这个寿命还是有限的，活一阵子还得死，死了以后肉体抛弃了，神识再通过投胎再转化成下一个生命体，又回到这世界上来了。印度古人认为这个生命就是死了再来，死了再来，死了再来，无有穷尽。这就是印度人所理解的生命观。那可能大家想，这不是三世说呀，这是 N 世说呀。对的，印度人的生命观实际上是多世说，我们只不过是便于记忆把它起名叫三世说，因为前面有一有二。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三世说的三也是确有所指的，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前生、今生、来世。印度人认为你有现在这一辈子，那你肯定是有过去一辈子的。那么印度人坚信后边还有未来一辈子，等死了以后到了未来一辈子，那现在一辈子变成过去一辈子，未来一辈子变成现在一辈子。印度人坚信后边还有新的未来一辈子。我们永远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这三世当中轮转。当然我还要补充一段，印度人认为这个生命是死了再来，但是承载着这个死了再来的生命形态可不只是人这一种哦。通俗的讲，一个人死了再来，他不一定是人。那承载着死了再来的生命状态有几种呢？印度人粗略的、大略的分为6类。哪6类？从这个生命形态享的福最多，到这个生命形态受的苦最多，排个队。第一是天道众生，第二是阿修罗。这2类众生我们这一生作为人没看见过，在哪儿呢？长什么模样我们不知道，但印度古人坚信有。人排第3，第4是畜生，猫、狗、牛、马。第5是恶鬼，注意恶是饥饿的那个饿字，显然这地方没饭吃。第6是地狱众生，地狱众生是最苦的众生。印度人认为
所谓的生命的死了再来，是在这6种生命形态当中再来。比如说一个人死了再来，还有没有可能是人呢？当然还有可能是人，但也可能不是人了，去了那5种形态之一了。但不管去了哪儿，印度古人认为你的寿命还是有限的，还得死，死了以后在这6种生命形态当中选其一。因此这种生命观后来老百姓也管它叫做3世的6道轮回的生命观，老百姓简称6道轮回。大家要知道，未来轮回的生命状态的好与坏，决定于我们现生以及过去生的行为的善与恶。这种生命观是印度古人的生命观，不是我们中国古人的生命观。只不过这种生命观后来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国，把这种生命观带到了中国，影响了中国人民。后来很多中国人也相信3世的6道轮回的生命观了。比如中国古人相信2世说生命观的时候，他会说，你这个家伙不做好事，不做好事，日后你面见不了祖宗。这种说法你一听就是2世说生命观的表达。那么受了印度3世说生命观以后，我们很多人的表达就变了。有人会说，你看那小子干的缺德事太多了，他下辈子一定是狗。当你表达说他来生是狗，那么你已经相信了3世说的生命观了。在中国古代，有的人在刑场上要被别人砍头了，可是他还大义凛然，不怕死。他说杀吧，18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。说这种话的人，其实他相信了3世说的生命观了。因为在这3大类生命观当中，只有3世说生命观当中，一个人死了还可能再是好汉。如果是1世说，你人死如灯灭了；2世说到阴间去找爷爷了，与未来的好汉建立不起联系啊。只有3世说，一个人死了跟好汉才能建立联系。中国人相信3世说是受印度文化影响的。那么是不是在古代社会只有印度人才相信3世说呢？其实也不尽然。公元前5世纪，有一位古希腊历史学家叫希罗多德，他有一部非常著名的著作，就叫《历史》。在这部著作的第2卷第123条当中，就记载着说，古埃及人其实也是相信人的灵魂的不朽的学说的。古埃及人就认为，当一个人的肉体的死亡的时候，他的灵魂没有死，他的灵魂会进入一个正在此时降生的另一个生命体之中。所以古埃及人其实早期是相信生命轮回的。那么古希腊人受古埃及人的影响，有的人也是相信生命轮回的。古罗马时代的一位希腊哲学家狄欧根尼拉尔修，他有一部很重要的著作，叫做《明哲言行录》。在这部著作的第8卷第36节当中，就记载着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说，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彼得格拉斯有一天出门，走在大街上，他看见一个人正在鞭打着一只狗，那么这只狗哀嚎着。那么彼得格拉斯听见这个狗的哀嚎，
就走上去说：“你住手吧，不要打了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从狗的哀鸣当中，我已经听出来，这里边寄居着的是我死去的一个朋友的灵魂。从狄欧根尼的这个记载可以知道，彼得格拉斯其实是相信生命轮回的。只不过古埃及人、古希腊人后来普遍的对生命的理解不是三世说，他们认同了很多其他的生命观。而印度人对三世说的理解是普遍的，深入到千千万万的民众之中。因此印度文化是基于对三世说的生命的理解而建立的。好的，我介绍了一世说、二世说和三世说生命观。大家想一想，相信三世说的人，他的现世的行为对谁负责？对轮回负责，对自己负责。一个相信三世说的人，如果还去练地沟油，那你自己承担果报。从三世说的生命观看，一个练过地沟油的人，那来生是人的可能性就没有了，那就恶鬼地狱里跑了。那相信二世说的人，他的现世的行为对谁负责？中国古人是对祖宗负责，基督徒是对上帝负责。也就是相信三世说的人和相信二世说的人，他的现世的行为总有一个负责的地儿。可是大家想一想，相信一世说的人，他的现世的行为对谁负责？有人说对自己负责。 No， 相信三世说的人现世的行为是对自己负责，相信一世说的人，他的现世的行为对自己都不负责。为什么呢？几十年以后，我的肉体跟精神全都灭了，我负那责干嘛？所以相信一世说的人现世的行为对谁都不负责。这就是我上一讲讨论到的，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相信一世说的人的比例过高，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道德一定会出现问题。人如果没有敬畏，人是要疯狂的。好的，我前面对一世说、二世说、三世说做了全面的介绍。其实这三大类生命观分为4种，因为二世说我举了2个例子。那么当我表达这4种生命观的时候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你听哪种生命观似乎都耳熟，因为这4种生命观是在过去年代对我们中华民族产生过影响的生命观。只不过这3大类4大种生命观在我们中国人的脑袋里混了、串了。我今天不过把这个体系捋清晰了。那么我把这些生命观捋清晰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请大家要认真思考一下，在这3大类4大种生命观当中，你认同哪一种？有人说，关于生命的问题，关于生死的问题，不急，我等到80岁的时候再思考这个问题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因为我们活在这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比对生命的理解更重要的了。因为我们对生命的不同理解，决定了你当下现实的行为的抉择。你对生命的不同理解，决定了你对当下现实生命状态的感受。比如说，在决定一件事情做还是不做的时候，也许相信一世说的人就做了，
相信二世说的人，他就选择不做。面对着一种生活境遇，可能相信一世说的人，他会感到很快乐。那么相信三世说的人，可能他会感到很痛苦。因此，对生命的理解影响着当下我们现实的行为的抉择，影响着我们对生命的感受。因此，对生命的理解不能等到80岁。你现在即便是30岁、20岁，也应该开始来思考对生命的这种不同生命观的理解。有人说，让我在这4种生命观当中做抉择很困难，因此我这4种生命观我都信，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。这4种生命观还是有点排他的。比如你相信了人死如灯灭，你怎么还能相信死了以后到阴间去找爷爷呢？不可以的。但是我们很多中国人，其实他就是什么生命观都信，是个彻底的实用主义。比如说，当他要求别人的时候，他会说，这事儿你也敢干，你不怕下辈子落地狱吗？好像听起来他像三世说，可是他自己要决定看点肮脏龌龊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会为自己开脱，反正人死如灯灭，干吧。好像他又相信一世说。所以什么生命观都信的人，其实是个彻底的实用主义的人，这一点不可以。有的人说，这3大类4大种生命观我全不信，其实不可能。当你说全不信的时候，其实你潜意识里边是有信的。我只不过希望你把你潜意识里边对生命的那种抉择把它明了化。因为对生命的理解，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。我们很多中国人以为这件事情不需要思考，其实这件事才是人生的大事。这算给大家留个作业，大家回去慢慢思考。而印度人普遍的相信的就是三世说的生命观，而印度文化就是基于三世说生命观而有的。印度人相信生命是死了再来的生生死死的轮回不已。而除了这一点之外，印度人还有第2个文化情节，就是厌世主义的文化情节。厌恶的厌世主义，也就是我们比较中国古代文化、西方古代文化、印度古代文化，我们发现印度人的厌世主义情节是最强烈的。厌世就是讨厌这个世界，觉得活着没劲，觉得生命里充满了痛苦。那印度人为什么厌世呢？学者们试图做出理论上的解释。有的人说，因为印度天热得很，这种人就容易厌世。这种理论太粗糙了。有的学者认为，就是因为印度人相信生命的三世说，相信生命是死了再来。那么相信死了再来的人，他觉得这个世界来过无数回了，活着没劲，容易产生厌世主义情节。当然，这都是理论家们研究的结果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印度古人这种厌世主义情节很强烈，这是事实。可是大家要知道，印度人是相信三世说生命观的，而相信三世说生命观的人，如果极端的厌世，这问题就严重了，
事情就糟糕了。